得到天马匪石金的萧炎决定立刻开始调配地心魂髓，跟紫妍交代了一声后，萧炎就进入了时势，调整自身状态直到最佳。地心魂髓的调配成功与否，将会决定萧炎能否彻底进入八阶之列，所以不容有失。3种天才地宝的调和，萧炎整整失败了11次。3种宝贝的体积也消耗了将近1/3，不过也正是这11次的失败，为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基础。第一次成功后，萧炎就将剩余的3种天才地宝全部调配成翡翠色液体，饮下大半后，萧炎眉心处的灵魂力量就犹如吃了催化剂一般陡然膨胀起来，萧炎只觉得头都要裂开了。然而灵魂力量还在持续增长，直到萧炎脑海深处爆发出了一道令得他耳膜剧痛的低沉爆炸之声。头当然是没炸的啦。萧炎只觉得脑子昏沉，眼冒金星，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，萧炎才恢复清醒。然而灵魂虽比起先前强大了几倍不止，但却并没有进入那所谓的灵境。就在萧炎怀疑是不是地心魂髓没有效果的时候，效果它来了，可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。随着越来越多的灵气灌入眉心，萧炎发现不管再多的灵气灌入，其眉心处的灵魂都始终差了那么一点。思索了好一阵后，萧炎才反应过来是缺少了灵魂修炼法诀的引导，可自己只知道点残缺的口诀，如今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不管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我们的男主怎么可能挂呢？是吧？8天后，萧炎终于是成功进入8品炼药师，当然灵魂也进入灵境喽。萧炎高兴极了，一出来就让熊战感受一下他的魂手印。魏招，熊战自然是同意的啦。灵魂手印与巨拳相撞的一刻，熊战暗道大意了。那灵魂手印之上的力道其实并没有很强，但两者相撞间，自己脑袋深处却是传出一阵疼痛以及眩晕，退后了2步才稳住了身形。回过神的熊战脸色瞬间变得凝重，这种灵魂攻击令人防不胜防，若是在对战时突然来上这么一手，那短暂的眩晕时间足以令得战局顷刻间转变。熊战大哥，没事吧？熊战沉吟间，天空上的萧炎徐徐落下，冲着熊战笑道。熊战甩了甩心中所想，也是豪迈一笑道，萧炎兄弟这一手当真是不弱，若是换个等级稍低者，恐怕在这道灵魂攻击下，神智都是会因此而受到创伤。萧炎一笑，一道清脆的声音却是突然在萧炎身后响起，你总算是出来了。来人正是紫妍。从紫妍口中得知自己已经闭关8天后，萧炎决定立马赶往丹界的出口。紫妍与大个子自然是跟着萧炎的，只是出口处有丹塔的人守着，到了出口他们就得暂时分别了。出发前，紫妍给了萧炎一枚翠绿色的戒指，没错，就是熊战的家底呀，药材都给他搬空了。熊战虽然很不舍，但他还有事儿求小姑奶奶，只能认了。几人坐着熊战亲情提供的玄鸟兽，很快就赶到了丹界的出口，在众人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，稳稳地落在了广场之上。到达广场的人，只要将任务清单和任务品交给拐杖老者，就可以从此处离开，参加最后的丹会比试。萧炎同紫妍熊战告别后，就交了任务，踏入了那道漆黑的空间裂缝。丹会的最后一轮比试没有规矩限制，只需参赛者将最拿手的丹药炼制而出即可。上千人同时升顶的场景还是十分壮观的，再加上五颜六色的火焰，那叫一个好看呀！又换回伪装的木果老人有意嘚瑟一把，将深蓝色的海心焰凝成一条火蟒盘旋在其周身，享受着众多火焰的朝拜。萧炎看不惯他嘚瑟的样子，直接将琉璃莲心火凝成火龙，冲着海心焰咆哮。这针对性攻击给海心焰吓得直接钻进木果老人的掌心，木果老人那叫一个恨啊！暗戳戳的在小本本再记萧炎一笔后，就老老实实的开始炼丹了。小小的挫了一番木果老人的锐气，萧炎暗爽。不过他也没忘了比赛，稳了稳心神后就开始炼制生骨溶血丹了。比赛整整持续了半个月，期间不断有人成丹，有人炸炉，就连萧炎在此期间也炼废了一副药材。不过终于还是到了最终时刻，宋清在最后的10几人中率先炼制出7品顶峰的丹药，仅仅10分钟后，9枚7品高级的丹药同时诞生。宋清高兴坏了，他觉得自己十分的光荣。只是这份光荣没能持续多久，单程的8品丹药就出炉了，而且还引动了2色雷云。要知道8品丹药在如今的丹药世界中已经能够算作金字塔顶尖的阶别。8品丹药以丹雷颜色认品质，引动的丹雷颜色越多，品质越好。这一比较之下，宋清就是个渣儿。继丹成之后，妖女曹颖也丹成了，她直接引动了3色雷云，虽然第3色极淡。
宋清心中那叫一个挫败啊！不过想到还有萧炎给他垫底，也就不那么难受了。我们萧炎怎么可能给他垫底？天空上那耀眼到极致的3色雷云，就像一个响亮的巴掌甩在了宋清脸上。不过此时的众人也没空搭理他，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场中仅剩的2人身上，清华老怪和木谷老人。清华老怪单城之时，单雷与萧炎不分上下；木谷老人单城之时气息外露，直接掉了马甲。丹塔3大巨头瞬间就察觉到了，著名巨头是玄空子、美妇人、黑老头。可丹塔的规矩让他们不能拿木谷怎么样，绝望的是木谷老人单城之时引动了4色单雷。要知道魂殿的人得了魁首，丹塔损失的可不仅仅是名声，玄空子当即就想不管不顾地弄死木谷，旁边的黑老头及时制止了他。美妇人也道此时出手必将引起大战，现在与魂殿开战不是明智之举。此时的木谷老人张狂得很，得意的大笑声响彻天际，完了不忘挑衅道这单会的冠军之位是魂殿的了。广场上的众人一听这话，气愤极了。曹颖暴怒之余，目光却是不自觉地转向萧炎所在。只见萧炎一脸的迟疑，仿佛在犹豫着什么。他一定有办法，抱着哪怕是成功的几率很小，也一定要让他试一试的心态。曹颖大声地喝道：萧炎，是男人你就彻底的出手。这突兀的喝声一响起，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萧炎身上。萧炎愣了，木谷笑了，他不认为萧炎有翻盘的机会，他甚至十分自傲地表示，就算是药尘那老混蛋来了，自己也不会将其放在眼中。萧炎一听这话，本来还有些犹豫的心彻底定了下来，干他丫的！药老当年留下的巨大宝藏中有一炼丹绝学，韩风都未曾接触过，该绝学名为生灵。以萧炎现在的实力施展该绝学是十分勉强的，但药老的脸不能丢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完成最后一步血迹灵龟，萧炎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。不过生灵的效果是很喜人的，萧炎头顶的3色丹雷直接变成了5色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届丹会胜局已定。今日过后，萧炎之名将会彻底的响彻整个中州。玄空子与药老当年的弟子之约算是输得彻底。与众人的感慨、震撼、羡慕不同，木谷老人恨毒了萧炎。就在他心中的杀意抵达顶点时，玄空子冰寒的目光惊醒了他。现在杀不得，也不妨木谷密语冲着萧炎放狠话。接收到言语诅咒的萧炎笑了，当着众人的面伸出大拇指冲着木谷老人，然后轻轻朝下，同时密语回击道：你还没有资格让老师出手。这下给木谷老人气的当下就是一口鲜血喷吐而出，不过吐完鲜血的木谷老人却是笑了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